嗨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社长带你看日本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刘洋。在国外的不少城市里啊，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唐人街的存在，日本当然也不例外。日本的唐人街呢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中华街，日语是秋卡街，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横滨中华街、长崎新地中华街，以及离社长所在的大阪最近的神户南京町，这仨呢也被并称为日本三大中华街。今天这个话题啊，坐在录影棚里讲也没有什么意思，社长准备带大家出一个外景，一起去逛一逛神户的南京町，去看看都有哪些有趣的地方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一鼓噪。神户南京町位于神户市中央区原町通与荣町通之间，属于神户市市中心的区域啊。JR 原町站出来往南步行3分钟就可到达。讲到这里啊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讲，神户的中华街为什么会叫做南京町呢？难道是跟中国的南京有什么关系吗？这就要追溯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了。当时的日本被打开国门后啊，神户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对外开港啊，于是大量来自中国的商人便开始涌向这片新天地啊。但由于当时清政府啊并没有与日本缔交通商条约，华侨呢也就无法居住在指定的居留地中啊，只得集中在神户港西侧的这些沿海地带。这片区域啊也就成了南京町的发祥之地。至于说为什么叫南京町啊，那是因为当时在中日的贸易当中，这些货品啊产自南京的货物占了很大的比重。所以呢，日本人就把中国货啊，甚至说来自东南亚的货物都称为南京物，甚至把中国人呢也直接称为南京人。直到今天啊，如果说你在日本人面前提到南京豆，他们呢也马上就知道说的就是咱们的花生。我们从大阪过来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就是南京町东侧的大门长安门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整个门楼非常的厚重，楼柱呢由300块汉白玉堆成，而且全部都是从中国的河南省运来的。柱子上龙体盘曲，苍劲有力，旁边是有朵朵祥云，以示吉祥如意。好，我们再往上看啊，牌楼的正面上方写有敦睦2字。那么敦睦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词来自《三国志·明帝纪》，古者诸侯朝聘，所以敦睦亲亲，协和万国也。敦睦2字啊，就是亲善和睦、友好邦交的意思。我们再转过来看啊，牌楼的背面上方写有友爱2个字，也是代表着中日的友谊。好，穿过长安门啊，我们就进入了南京町。整个南京町啊，其实并不大，一共只有10字分布的2条街组成。东西街呢约为200米，南北街啊就更小了，只有110米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东西街，可以看到啊，走在街上扑面而来的呢就是满满的中国风，两边的店铺啊也都继承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形式，大屋顶、木廊柱、花格窗、琉璃瓦，颜色呢也是咱们中式的大红大绿，很是喜庆。很多朋友可能好奇了啊，这些店铺都是做什么的呢？其实，在最早时期的时候啊，南京町最大的特色就是华侨的3把刀，即菜刀、理发刀和咱们的裁缝刀，分别代表着啊中餐馆、理发店和裁缝店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3把刀中的理发刀和裁缝刀都逐渐的被淘汰了，最后就只剩下了1把刀、菜刀。所以呢，现在南京町的100多家店铺当中，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中餐馆。下面跟着社长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这些中餐馆啊。南京町的中餐馆啊，起名啊都是什么什么楼啊，什么什么酒家，是不是有一点中华小当家那味儿啊？我们再来看一看都有些什么菜品啊？小笼包、虾饺、炒饭、麻婆豆腐、担担面。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这不就是中华小当家吗？没错啊，与其说这是中餐馆，倒不如说是中华料理店来得更贴切一些。社长看了几家餐馆啊，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不管这家餐馆招牌上写的是四川料理、北京料理还是广州料理，菜单啊其实都是一样的。走，我们进去一家尝一尝。
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条街最有名的四川菜馆，接着聊啊。看过《中华小当家》的朋友啊，应该会有疑惑，动画片里的那些菜品怎么好像跟我们平时吃的不太一样呢？没错啊，这些严格来说啊，都属于日式中华料理啊，并不是最正宗的中餐。中华料理指的是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口味而改造出来的中国菜。很多菜品啊，比如说回锅肉啊，除了名字是一样的，做法和味道可以说是毫无干系啊。甚至还有一些菜品啊，完全是日本人自创的。就跟美国中餐馆里的左宗棠鸡一样，日式的这个中华料理的天津饭这道菜啊，也就这个啊，相信所有天津人听了也应该是一脸懵逼吧？你嘛意思？也许在最初的时候啊，在南京厅里的这些中餐馆呢，的确能吃到最正宗的家乡味道。但是150年后的今天，南京厅似乎已不再是当地华人们聚餐的好去处了，而街上满大街的都是日本人。味道还是不错的，但总体来说啊，味道偏酸偏甜，可能是为了迎合日本人的口味啊。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啊，还是齁了点儿啊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日本的中华啊，总是会勾很多很浓的这个芡，也就是这个黏糊糊的东西，整个菜都变得黏糊糊的。这家老祥记啊，可以说是整条街的扛把子，最强网红店。疫情之前排的队啊，能绕好几圈，一直到那头。现在疫情之间啊，也有很多人排队。这家店卖的是豚馒头，所谓豚馒头啊，就是猪肉包子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家老祥记是创业于大正4年，换算下来啊，就是1915年，是个不折不扣的100年老店。听说前段时间啊，日本政府给老祥记的3代目老板授予了皇寿褒奖。只有长期致力于某一领域的行业模范才能获得这个荣誉。老板，你在干啥呢？我找一找店铺，看看回头牛肉面可不可以开到这边。好，现在老祥记正好没有人排队了，现在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。社长去买2个包子尝一尝啊。すいません。あ、2つお願いします。10個か6の包みだけなんあ、ですそうなんですか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好，现在老祥记已经不排队了，现在已经是日本时间的2点半了。我们去买2个包子尝一尝啊。すいません。はい、6個お願いします。这个老祥记要么买6个，要么买10个。刚才社长拿了200日元买2个，他不卖。很期待到底是什么样的口味啊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ます。どうぞ。はい、あります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下这个老祥记的馒头啊！你看这个上面写的豚馒头，其实就是肉包子的意思啊。打开看一下。里边有6个，哇，这个包装很有意思啊！哇，美味しそう，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社长来尝一下啊，可以，还真可以，好吃，有点像杭州小笼包。有一点像，看这边是不是很中国呀？我坐在这个中式的亭子里边，地面上都是这些鸽子啊，然后再加上几个遛鸟的大爷，可能就更中国了。回头可以引进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南京厅的中央广场啊，这里也是充满了中国元素。中间有一个中式的园林式的休息亭啊，周围还摆放了12个生肖的石像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每逢春节的时候，中央广场都会搭建起舞台来迎接春节季。届时，中国传统的京剧、粤剧、舞狮，甚至是国际变脸呢，都会轮番登场，为当地的华人和游客啊奉上一个文化大餐啊，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。下面再来介绍一下这2位啊，这2位可不是普通的男童和女童啊，其实呢，他是2位财神，男的呢叫财财。这女的呢叫来来啊，据说啊摸一摸呢就可以财源滚滚来啊，社长多摸一摸啊。
转到这个叫做九龙街的小巷里啊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建筑，就是这个卧龙殿啊。整个这个建筑呢是红墙绿瓦，中间呢还摆了一条金色的龙啊，这里面有个金色的龙。今天没有开门，看不太清楚啊，非常的霸气。卧龙殿的名字啊，其实取自于我们《三国演义》的卧龙先生诸葛亮。看来日本人对《三国演义》是真爱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大家猜一猜，这么霸气的一个建筑究竟是用作什么用的呢？大家可以把答案写在评论里啊，社长将在片尾的时候揭晓。后来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呀，神户也遭到了多次空袭轰炸，曾经繁荣一时的南京町呢，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其实，直到今天啊，住在神户的华人啊，其实并不多，大约只有2万人左右。但是在神户的老华侨人数是远远高于日本其他城市的啊，而这也成为了南京町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的基础。1977年，神户的华人们成立了用于管理并发展南京町的组织，叫南京町商店街振兴协会。在华人们的共同努力下，神户的南京町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繁荣。好，穿过了整个南京町啊，我们就来到了西侧的大门——西安门啊。这个看上去古色古香的楼门啊，其实很年轻，是在2005年时候才建成。当时建造的资金是4200万日元，全部来自于南京町商店街振兴协会理事长曹营生先生。曹营生先生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咱们刚才吃的老祥记包子铺的3代目老板。当然了，曹先生可不是为了炫富啊，而是为了纪念阪神大地震10周年，并希望借此向世人展示南京町再次兴盛起来了，又恢复了往日的雄风。门上那副写有“光复”2字的这个牌匾啊，就足以说明了这一切。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啊，社长也有很多年没有来过南京町了。南京町给社长的感觉啊，似乎已经不再是华人们寄托乡愁的地方了。毕竟，对于大多数来日本的80后、90后，甚至是00后来说呢，南京町所展示的街景风貌啊，就连在国内都很难见到了。那些所谓的中华料理啊，来日本之前也都没有吃过，以至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移民啊，很难在南京町找到情感上的共鸣。有人说南京町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人了，去那里游玩的呢都是日本人。说实话，社长确实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如今的南京町啊，更像是一个为日本人打造的中华主题的景点。对于日本游客来说啊，这里汇集了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所有的想象，是货真价实的异域风情。来一趟啊，就等于去了中国一样。但是社长还是想说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只要南京町里树立着那些古色古香的中式牌楼，只要那些雕龙描凤的店铺里仍旧会传出来夹杂着各地口音的中国话，南京町永远在华人的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在时代的激荡中，它见证了几代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拼搏史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。我是社长刘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社长，刚才那个谜题该解开了吗？哦，对，还有一个卧龙殿的那个谜题是吧？其实那个卧龙殿啊，它就是一个公共厕所，你猜对了吗？